打野专家有口福了，居然逮到一条2斤重的鲶鱼，去除没有蛋白质的头部，剩下的放进水里涮2下，就可以捞上来享用美味的鲶鱼刺身。肉质鲜美，富有嚼劲，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。美美的坐在河边把鱼肉哼唧完，然后踏上接下来的旅程，沿着岩石带走出灌木丛。还没等摄影师反应过来，眼尖的贝爷就发现远处有一艘船，赶紧跑过去，一头扎进海里。等靠近后，顺着铁链往上爬，上船后直奔9米高的观察台，环顾一圈四周的地势，尽收眼底。大陆在海的另一边，从这里过去差不多有8公里的水路，看来又得上才艺，打造一艘贝尔碧晨号前进了。确定好方案，贝爷转身跳进海里，游回岸边后，他在垃圾堆里忙忙碌碌地开始收集材料。首先把3根较长的竹子绑在一起当做船体，复制粘贴做好第2个后，又在附近找到一些油桶，将它们分别串在船体上固定住，这样下水时能很好的帮助船体漂浮起来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再绑上一块铁网当坐垫，就可以带着贝尔碧晨号出发。一路上依靠捡来的铁铲当船桨，虽然速度很慢，但是很安全。没想到平静半个小时后，大海开始整活了。先是掀起一小片海浪，贝爷紧紧抓住船体，轻松应对。结果下一秒，巨大的海浪一个接一个，甚至能明显感觉到竹筏开始解体，在沉船和汽船之间快速选择后者，依靠着高超的游泳技能顺利抵达岸边。但这里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岸边布满了惹人讨厌的红树林沼。找到一处比较稀疏的缺口钻进去，里面不仅道路错综复杂，还有很多嗷嗷待哺的蚊子。找到落脚点后，赶紧抓起一把淤泥涂抹在脸上，虽然这玩意儿滂臭，但干了之后能防止蚊虫叮咬，可往前走十分困难，纵横交错的树干会把人死死夹住。贝爷要是再胖点，估计就直接困在里面饿死。不得已只好另辟蹊径，荡起来往上走。上面的树枝有很大空隙，不到半个小时就成功穿越红树林沼泽。先把脸蛋上的淤泥清理干净，然后朝着内陆进发。挡在前方的是一道长长的山脊，这些岩石被称作鬼牙石，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尖刺，所以在翻越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登上山脊，看到眼前壮观的景象后，不由得对接下来的挑战充满期待。结果刚迈出第一步就踩到仙人掌，他骂骂咧咧的往前走，又被仙人球砸到小腿，在这片区域简直寸步难行。机智贝赶紧在附近找到了一株龙舌兰，割下一片放在小腿上，可以充当护垫，避免被扎伤。有了 buff 的加持，打野专家开启了复仇模式。干旱地没有水源，就割几块仙人掌尝尝，把外皮的刺削掉，拿起来挤压出汁水解渴，略带甜味，不含卡路里，是珍珠奶茶无法比拟的。虽然水资源得到了缓解，但这片干旱之地没有食物，于是他还要继续往北走。前进了1个小时，地形和植被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贝爷猜测附近有小溪，兴冲冲地往前走了一段路，果然看到了水源，并且眼前这些交错的大树是绝佳的庇护所。潮湿的地面全是爬虫，可以在上面安营扎寨。在附近收集了几根竹子，放到树上，利用藤蔓捆绑好，就得到了一张简易的大床。由于深夜的丛林十分热闹，他把剩下的竹子削尖，打算做成捕捉猎物的陷阱，用藤蔓作为触发线，一头绑在树上，另一头结成藤圈和弹性树枝连接。如果有小动物经过碰到藤蔓，就会触发机关，当场领盒饭，确保陷阱会自动弹射后，立马爬回树上烧火取暖，美美的睡上一觉。第2天起床，立马前去查看陷阱，发现机关有触发的迹象，乐呵呵的冲过去捡蛋白质，结果仔细一瞅，毛都没有。看来是猎物动作很快，侥幸逃过一劫。没办法，只能把陷阱处理掉，避免伤人。失望归失望，路还得继续赶。不过没多久，运气就来了。在附近发现了一条河流，按照经验来说，跟着河流走就有出路，但想要到达河流，还得爬下一道悬崖。顺利找到落脚点后，贝爷估算出距离水面的高度有9米。其实这都是小问题，怕的是水位不够深，保险起见还需进行一番评估。砍了一根竹子去除表面枝叶，将尖锐部分捣平，以免成为害人害己的陷阱。使劲将竹子投入水中，发现先是没入水底再浮起来，由此可见深度大概有3米，这才一个后空翻，尖叫着跳入水中。现在他要顺着河流的走向寻找出路，跌跌撞撞走了一路，水流将他带到另一处悬崖，要是不小心滑下去，荒野求生直接大结局。作为荒野界出了名的不绕道，立马想到一招绝佳的渡河方式，来到附近的岸边砍树，他要把树根削尖，试着卡在下面的岩石缝里，成功卡住后再把另一头牢牢嵌住。贝爷对自己的体重很有自信，大胆地抱着树枝一点点往下，可才到一半，一股激流拐走了树枝，这可把他急坏了。没有这根救命稻草是骑虎难下，但很快就发现了转机。瀑布底下是根粗壮的原木，贝爷打算搏一搏，不管3七21，闭眼憋气，死死抱住原木，慢慢往下挪。经受了2分钟的水流冲击，终于顺利抵达下游。经此一遭，他发现在水里走太危险了，决定转战岸上，沿着山坡一直往下走，希望能在谷底看到人烟。可丛林里危机四伏，一不留神就差点抓住长满尖刺的植物，要不是反应快，手心就全划烂。走了没多久，发现一个巨大的山洞，贝爷见洞必钻。为了防止在黑漆漆的山洞里当瞎子，转到附近收集制作火把的材料。打马树身上结了很多树胶，这可是上等的燃料，全部挖下来放进口袋，然后把竹子削去外皮，
树胶放进去就成了简易火把。接着收集一些火绒以及适合当绳子用的白藤，带好这些东西，顺着岩石边上的藤蔓开始下降，双腿死死夹紧，增加摩擦力，双手承担全身的重量，在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前，成功抵达洞穴入口。里面漆黑一片，周围也没有提供攀爬的地方。安全起见，掏出刚才准备的白藤，中间部分套在石头上，剩下的缠绕在腰间，充当安全绳。通过这个方法，安全下到6米深的洞里，拿出火绒点燃火把，才发现洞里有很多蝙蝠的粪便。走了几步路，发现几个洞燕的巢，巢体全是由洞燕的唾液做成。这种野生燕窝拿出去至少能卖几百刀。不过贝爷对这没有兴趣，他在里面掏到了一颗小鸟蛋，指尖捏碎后用嘴吮吸蛋液，结果掏第2颗的时候差点被暗酸，里面胖臭不知道坏了多少年。补充完蛋白质，继续赶路，一直走了10几分钟，洞口终于出现在眼前。看着壮丽的景色，压抑感一扫而空，坐下来喝口水，好好休息一下。